中国真能将其隐身技术转移到歼11、歼15等大型战机上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欧亚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萨克西·蒂瓦里的文章。他说2年前，一些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理论，即中国正在探索如何使非隐身的飞机获得隐身能力，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到歼11和歼15等常规的战斗机上，来扩大其隐身能力。这项探索工作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作者引述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正在开发实验性的方法，使其第3代战斗机在大多数雷达系统面前能够隐身。南华早报援引从事该项目的科学家的话说，该技术涉及到了使用超材料。我们知道超材料种类繁多，其中的一种就类似于将一些微观结构的电路集成于蒙皮里面，从而从其表面反射的方式，以减小雷达的回波。尽管2018年刚刚浮出水面的想法还处于非常萌芽状态，但是军事观察人士表示，在这项技术为战场做好准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如果这项隐身的技术能够转移到现有的战斗机上，并且能够实现，它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非隐身战机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我们知道隐身技术分成好几个方面，比如说外形设计、新型材料、隐身涂料等等等等。那么超材料实际上就和隐身的材料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它也可以解决飞机的结构强度问题等等，而且用超材料做成结构可能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既增强了结构强度，降低了重量，同时也改善了它的隐身性能。就目前的隐身战机而言，要想实现较好的雷达隐身性能，第一位的就是外形设计，第二位、第三位才是材料和涂料。有报道称，这种超材料在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进行研发，并且正在某个飞机制造厂进行测试。当然其型号有媒体推测可能是歼11、歼15的某个型号。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对中国的这项技术转移措施表示怀疑认为不可能实现。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相关的试验验证，实际上已经驳回了他们的质疑。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之前曾经讨论过一种幽灵幻觉小工具。幽灵幻觉装置可以使飞机的一些重要部件在雷达波的反射方面看起来更像是塑料而不是金属。我们知道金属的反射非常强，而且很多塑料是可以透波的，或者是通过某种反射方式让一架飞机它的反射在雷达荧光屏上显示是3架飞机。那么显然，如果雷达屏幕上你看到3架飞机，而实际上只有1架是真的，2架是假的，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对你的分析判断就会造成误导，可能你引导的导弹攻击的目标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当然这样的技术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一旦实现了，将会对未来的信息化战场构成相当大的影响。外国专家表示中国不大可能将超材料应用于飞机表面，尽管国家资助的一家名为超材料电磁调剂技术实验室的军事研究机构已经申请了这样的专利。该实验室已经安装了一条超材料的生产线，并且由于该实验室与军事项目有关，因此暗示它可能会被用于军事测试。那么现在各种各样的传言都说我们已经开始用于相关的测试了。当然
这个测试可能是用在战斗机上，也可能用于其他的飞行平台上。比如说，我拿一架民用飞机装上这样的超材料，会不会减小它的雷达反射截面？这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好验证的。当然，还有的媒体报道说呢，中国现在研发的超材料，它是可以变色的、变换图形的。可以说，我们中国正在开发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超材料，将会大幅度的改善中国的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的性能，甚至呢可以产生一些过去没有的新能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